2025年3月4日。美国总统川普在国会演讲时语出惊人。Just today, a large American company announced they are buying both ports around the Panama Canal and lots of other things having to do with the Panama Canal and a couple of other canals. The Panama Canal was built by Americans for Americans, not for others, but others could use it. But it was built at tremendous cost of American blood and treasure. 38,000 workers died building the Panama Canal. They died of malaria. 直指巴拿马运河已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甚至暗示不排除武力夺回。Very highly to go there, knowing there was a 25% chance that they would die. The most expensive project also that was ever built in our country's history, if you bring it up to modern day costs. It was given away by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for $1. But that agreement has been violated very severely. We didn't give it to China. We gave it to Panama, and we're taking it back. Oh my God! 到底是谁控制了巴拿马运河呢？美国为何急了呢？李嘉诚又是如何悄悄拿下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航运要道呢？各位观众，我们先要搞清楚巴拿马运河到底有多重要。首先，地理位置炸裂。巴拿马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每年14000多艘船只通过，掌控东亚、美东、欧洲西海岸的贸易路线。其次，经济价值爆表，巴拿马每天有35亿美元的货物经过，若绕行南美洲合恩角航程直接增13000公里，物流成本暴涨。然后军事战略拉满，二战后美国把这里当作全球海军枢纽，任何航母战斗群从大西洋调往太平洋都绕不开它。那么问题来了，美国为什么不控制它了？时间回到1999年，按照卡特总统签署的协议，美国正式移交巴拿马运河给巴拿马政府。但问题是，李嘉诚早已悄悄布局。1997年，李嘉诚旗下合记黄埔县 CK Hutchison 通过国际招标，以每年支付2220万美元租金，成功获得运河两端的关键港口运营权：克里斯托瓦尔港大西洋一侧和巴尔博亚港太平洋一侧。2016年，巴拿马政府开放运河周边港口竞标，但是美国公司嫌利润太低，直接摆烂，而李嘉诚低调入局，成功拿下关键运营权。2017年，巴拿马宣布与台湾断交，转为承认北京，成为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拉美国家。据传闻，中国企业计划在巴拿马修建高铁、新地铁线、现代化集装箱港口。2025年2月，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访问巴拿马，随后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宣布退出“一带一路”，切割中国。紧接着，美资大鳄贝莱德 BlackRock 突然出手。贝莱德是美国最大军工公司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等的主要股东之一，欲以190亿美元收购李嘉诚的运河资产。随后2025年3月13日，香港大公报连续发文批评这笔交易。如果李嘉诚把巴拿马运河的港口卖给美国资本，势必影响中国航运贸易安全。随后，香港特首李家超亲自表态，任何交易必须符合法律法规。李嘉诚的运河资产真的会回到美国手中吗？还是中国会有办法阻止交易吗？美国如果拿回巴拿马运河，影响会有多大？对中国来说，航运安全将受到威胁，美国可能对中国船只提高过境费，甚至限制通行权，一带一路受挫，失去巴拿马，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大减。对美国来说，美军可能重返巴拿马，恢复冷战时期的全球海军部署，金融资本狂赚，军工复合体再次插手国际地缘政治。巴拿马运河不仅是条水道，更是全球超级大国博弈的缩影。
你怎么看？李嘉诚会卖给谁呢？美国能夺回巴拿马运河的运营权吗？欢迎在评论区讨论，记得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